结婚第7年，老婆的男闺蜜周旺在社交软件更新了动态，不愧是旅游胜地，酒店爆满，被迫和美女好兄弟挤一张床。周旺对镜自拍，身后的我老婆陈雪只裹了一条浴巾，前凸后翘，十分妖娆。有人评论：从哪搞的小姐姐，好性感。周旺回复：床上才放得开。我点赞了他的评论，周旺秒删朋友圈，还立刻打电话过来和我道歉。孙哥，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陈雪却很生气：孙晨，没事干就多去招聘软件找工作，别成天盯着我身边的人。又安慰周旺，他就是中年被裁，闲得没事干而已。我默默挂断电话，准备好离婚协议书。为陈雪与家族对抗的第7年，我忽然觉得回去继承家业也挺好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一口一口吃着精心准备一下午的饭的时候，陈雪推开家门进来了。她丢了一瓶男士香水给我，周旺知道你生气，特意给你买的，你试试。挺大一个人了，还学人小年轻怄气，也得亏人周旺脾气好，不然团建都被你给搅和了。见我没有说话，依旧在餐桌旁边吃饭，陈雪心里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，对着我怒骂道：孙晨，你来劲了是吧？人都和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成天红烧肉都吃成这个猪样，怎么好意思再吃的？你看看人周旺身材保持得那么好，你和人一比简直就是猪精。其实我已经很久不做红烧肉了，自从8年前厨神大赛上陈雪被人为难，我替她解围，主动喝下那杯掺了料的庆功酒后，我的五感逐步丧失，连喉咙也时不时隐隐作痛。是1个月前，陈雪偶尔说我做的红烧肉好吃，很怀念，我才特意在7周年纪念日这天买了菜，一遍一遍的试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但很明显，她已经不记得了。结婚7周年，她跑去和男闺蜜周旺旅游，美其名曰公司团建。我一个人在家傻傻捏着有人捐献的肝脏和他父亲刚好匹配的消息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等来的却是周旺的挑衅和他的厌弃。还好，我也无所谓了。起身，我准备把吃剩的盘子洗了。许久都等不到回复的陈雪忽然就怒了，抓起旁边的芥末使劲挤到我嘴里，连带着声音里都带着扭曲。吃，你怎么不吃死算了？这么好吃，那你多吃点。本就不舒服的嗓子难受得厉害，我猛地推开陈雪，跑进卫生间漱口。她咒骂的声音还在外面，直到10多分钟我还没出来，陈雪才意识到不对，进了卫生间。再看到我通红的脸和红肿的厉害的嗓子，她下意识地道歉：抱歉，我没想那么多。你的药呢？陈雪去我常用的药柜寻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经常用的药，这才想起来上次周旺提过一句嗓子不舒服，他就自作主张将我的药全都送给了周旺。低垂着眼眸，陈雪开口：家里药没了，我现在就去买。可他的手刚抓到车钥匙，周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小雪，我没带家里钥匙，我记得你那有把备用的，能给我送过来吗？陈雪下意识地点头说好。我也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刚触摸到她的衣角，就被陈雪不耐地推开。孙晨，你能不能正常点？外面下大雨了，周旺他身体不好，淋了雨要生病的，我只是去送把钥匙。陈雪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我递了一把雨伞给她，记得带伞。我说，陈雪眼底的怒意瞬间化为了尴尬，却还是接过伞说：我让外卖员给你带药。
比我自己去药店买快。陈雪出了门，我自己在网上下单了舒缓嗓子的药，果然很快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也叮咚一声，点开一看，原来是周旺发的消息。你要穿红色这件睡衣还是蓝色这件？照片里是陈雪前段时间买的情侣睡衣，说设计她很喜欢，要买回来和我一起穿。我等了很久也没下文，以为是陈雪没买，没想到被她送给了周旺。刚看完，周旺又迅速将消息撤回，然后给我发了个笑脸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孙哥，发错人了，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”我回了他一句没。周旺立马接茬：“那就好，孙哥记得早点睡。我记得小雪说你嗓子不好，晚上睡觉声音像风箱，早点睡，睡眠质量好，吵醒自己的几率也小。”周旺对我老婆的那点想法还真是一点也藏不住。我没有再回复，周旺又大张旗鼓发了朋友圈。照片里，我老婆穿着大红色的睡衣在厨房里忙碌，露出的侧脸温婉动人。周旺也在照片右下角露出大大的笑脸。淋湿了也有人洗手做羹汤，区区暴雨轻松拿捏。评论区有人再度起哄：“哇，嫂子长得真漂亮，就这你还有心思喝汤？”周旺秒回：“顺便的事，其他的事能告诉你。”我的心里瞬间就生出了无限的烦躁。我和陈雪都很热爱烹饪，她学西餐，我做中餐，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一直都是我在为她煲汤。自从失去五感后，我发小帮我找到一份药方，是食疗的方子，我拿不住放的东西，请他帮我煲一次汤。陈雪却很不耐烦，说了多少次我是西厨，不是你那种围着炉灶大火大油的中厨，煲汤这种事我哪会？再说了，中厨油烟那么大，你想毁了我的皮肤？孙晨，你自己不注重保养，别拉上我好吗？可如今他却在周旺家里为压根就没淋到一点雨的周旺煲汤，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。我主动打电话给我的发小：“你认不认识什么好点的律师？我要离婚。”陈雪是第二天晚上才回的家，一进门就看到了精神不佳的我，她有些心虚，问了一嘴我的嗓子。我没和她多说，只说不碍事。陈雪立马松了一口气，我就说：“你那嗓子应该没事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药坏早就坏掉了，你也少吃点药，别把自己搞成个药罐子。没事吗？”她忘了当年我喝下那杯酒后，不停地呕血，送到医院，在 ICU 抢救了整整1个月，才脱离生命危险。光病危通知书都下了3次，就这，医生也叮嘱我以后要好好的保护嗓子，不然随时有可能说不出话来。这些年，为了减少陈雪心里的愧疚，我总在她面前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嗓子眼里时时刻刻如同千万只蚂蚁在爬的感觉有多难受。但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婚，我也不想和他多说这些，只问了他一句：“周旺怎么样？”陈雪的面上闪过一丝尴尬，立马为昨天晚上他的夜不归宿找补。你别多想，周旺昨晚淋了雨，发着低烧，我想着他在这个城市也没认识的人，就照顾了他一晚上。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？我摇摇头，我当然不介意。我有什么资格介意？但凡我对周旺的事情说一个不字，都会换来陈雪激烈的唇语相击。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累了。陈雪却难得的心情不错，说要带着我一起去餐厅补过昨天的纪念日。餐厅里，我们遇到了陈雪现在的同事，他们惊喜地拉住陈雪：“陈雪，我看周旺和你互动很频繁，你俩是好事将近了，别不好意思了。
我看昨晚你都住进周旺家里了。陈雪看了一眼身侧的我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点头。他的同事立马一脸花痴，真幸福，回头记得请我们吃喜糖。一定。陈雪笑着送走了他的同事，回头对上我不太好看的脸，开口解释：周旺刚来公司，根基不稳，和我关系近点，大家都会照顾他点，他不容易，你别和他计较。当初我和陈雪结婚是隐婚，他说自己所处的环境竞争激烈，保持单身人设会少很多麻烦。为了陈雪的事业，我做出了让步，没想到他却愿意为周旺打破自己的人设。对比之下，我宛如一只小丑。可陈雪父亲找到匹配的干员的事情，我必须告诉他。放下手中的刀叉，我郑重向陈雪开口：我有事和你说。话还没说完，陈雪的手机再度响起，周旺的声音不出意外从听筒里传来，兴奋的像是刚下山的原始人。小雪，我抢到我最爱的歌手演唱会的门票了，就在今晚，你过来陪我一起看啊。陈雪扫了我一眼，立即做了决定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挂断了电话，陈雪拉起我的手就往餐厅外走，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。我却挣脱了她的手。陈雪，你先听我说。她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耐烦。你不想去？孙晨，我真是好脸给你给多了，才让你这么不知好歹。人周旺好不容易抢到一次演唱会的票，我陪他去看，怎么了？你要再闹，我就自己去了。手机上闪起医生发来的信息，是问我到底要不要肝源的事。我不敢再拖，直接开口：爸的匹配肝源找到了，医院说要你尽快过去签字，因为还有别的病人在等。陈雪却猛地甩开了我的手：孙晨，你够了，每次周旺有事，你就要编出一大堆理由来。上次是嗓子不舒服，这次又是我爸找到了匹配的肝源，你怎么那么爱撒谎啊？连我爸身体的事都能被你拿出来当骗人的借口，我真是受够了你！我立马拿起手机，陈雪却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将我的手机打在地上。你够了，你要再疯，我俩就离婚。婚我会离，但你爸的身体最重要，先去医院签字。我拽着他往外走，陈雪却抄起旁边的盘子扣在了我脸上，劈头盖脸的芥末味扑面而来。我再一次呼吸困难，陈雪却冲着我大吼：我今天不会去医院的，更不会上你的当。你不是要离婚吗？好，我成全你，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们马上就离，谁不离谁孙子。陈雪踩着高跟鞋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我的喉咙却迅速地肿大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死死地抓着自己的脖子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医院的电话打过来，亮了又灭，最后汇聚成一条短信：孙先生，因为您一直没有回复，肝脏就先安排给别的病人移植了。我呼吸困难，只觉得最后一口气也被从嗓子眼里抽离。从医院醒来的时候，我的脖子上包了厚厚的纱布，声带更是和不存在了似的。我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脖子，却被一双大手阻止。我妈哭红了眼，站在我旁边，身侧还陪着我的发小齐成。孙晨，医生说你嗓子已经彻底毁了，这段时间都不能说话。还好，只是这段时间而已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字问他陈雪的爸爸怎么样了。我妈的眼泪却流得更凶了，自己都成这副样子了，还有空关心别人的爸？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沉默不语，齐成也在旁边叹了口气。陈叔叔的情况本来就不好，等这次的肝源已经等了1年多。昨天晚上你被送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即便一直很清楚陈雪父亲的身体状况，
听到这句话，我的脑子还是猛地炸开了。我急忙掀开被子，准备下床去看看。陈雪的母亲却先一步到了，冲进病房里，她对着我的脸连扇好几个耳光，怒骂道：“孙晨，你这个杀人犯，是你不让医院把肝源移植给我老公的是吧？你杀了我老公，你要给他偿命！”陈雪母亲情绪激动，齐成用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拉开，就连我妈也抹了抹眼泪，愤怒冲他开口：“你少血口喷人！肝源的事是你女儿不肯签字，我们给你打电话又打不通。要说害死你老公的人，你和陈雪首当其冲。至于我儿子，你女儿明明知道他嗓子不好，三番五次的给他喂芥末，不是蓄意谋杀是什么？”我妈的眼都红了。陈雪的母亲依旧梗着脖子否认：“不可能的事，那可是他亲爹，我女儿怎么可能会拒绝签字？一定是你们医院隐瞒了重要信息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你们全都抓起来！”我妈气到几乎晕厥。我也把周旺的朋友圈翻了出来，示意齐成给陈雪的妈妈看。目光落在朋友圈里，陈雪和周旺贴在一起，甜甜蜜蜜看演唱会的合影上时，陈雪母亲也傍住了。我也飞速在手机上打下字道：“阿姨，移植的事我今天就告诉陈雪了，是她自己不信不肯来。你如果不信，可以亲自打电话问她。就是我儿子好心通知他，却被他摁在了芥末盘子里。我儿子现在连话都说不了，我们要起诉他。”我妈开口，陈雪的母亲立马慌了：“怎么能起诉我们家陈雪呢？你们可是夫妻呀！”很快就不是了。我发小齐成冷漠开口：“孙晨已经准备要和陈雪离婚了，好端端的怎么要离婚？”陈雪的母亲懵了。陈雪只是任性了一点：“孙晨，你身为男人，她的丈夫，多包容包容她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离婚啊？”我不想多说，我和陈雪的一切，这些年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一句包容让我卑微到尘埃里。无论陈雪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要顺着她的心意来。我为她放弃一切，甚至不惜和家里人反目，没了五感，丢了工作，换来的只是她的冷眼旁观和越走越远的心。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累。见我不说话，陈雪的母亲更慌，立马拿起手机开口：“孙晨，你别急，你和陈雪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这就打电话叫她过来。”陈雪来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快，刚一进门就把包甩在我的脸上，大发雷霆开口：“孙晨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意思了，和我吵架就找我妈告状，逼我过来。我现在来了，来，你说你是死了还是怎么着？”陈雪的力气很大，金属包边重重地砸在我的喉管上，一口腥甜马上涌了上来，我往外吐了一口血。陈雪还在骂：“从哪搞的番茄酱？孙晨，你装能不能装像点？一个大男人成天和个女人一样，搞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把戏，你怎么不？”陈雪，你够了！齐成看不下去，直接将一张检查报告甩到他脸上。孙晨的嗓子已经废了，他以后不仅尝不出东西，甚至连话都可能说不了。你还要怎样？陈雪愣住了，看着手里的检查报告，目光落在末尾刺激性食物摄入导致永久性声带损伤几个字后，连带着双手都变得颤抖了起来。孙晨，抱歉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。我妈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。我们家孙晨好心和你通知你爸等到肝源的事情，你死活不肯来医院签字，还把芥末扣他脸上，你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？你记住，你爸的命和孙晨的嗓子都是你毁的。孙晨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，你好自为之。陈雪的身体抖得比之前更厉害，
似是不能接受一般，整个人的身体颓然坐在了地上。陈雪父亲的葬礼一办完，我就和他提了离婚。之前哪看我都不顺眼的陈雪，这次却说什么都不同意。他说我声带还没恢复，他现在丢下我不好。我立马打字回他，不打紧，反正结婚7年你也从没照顾过我一次，更何况我和你不是隐婚吗？你那些同事都不知道，不影响你在公司的形象。陈雪的脸白了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反问他。结婚7年，你一直不肯公开和我的婚姻，周望只是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，你就迫不及待告诉全天下的人你们好事将近。陈雪，我不挡你的路。陈雪的眼眶立马红了，抓住我的手，老公，我错了，以后我把你发在朋友圈里，大大方方告诉大家我们的关系，你别和我离婚，好不好？没必要。我指了指自己的嗓子，在医院你不说我装病要挟你，要和我离婚吗？现在离婚协议书都准备好了，就差你一个签字。陈雪，别让我看不起你，那你就看不起我好了。陈雪猛地扑进了我的怀里，抽泣着开口，老公，我只是太生气了，我以为你又在拿离婚的事情要挟我，所以才……我却不信他口中的话。那之前说我肥的能滴油，五感全失，就是个残废，和你离婚只会孤独终老，而你身后的追求者能排长队，简直不要太受欢迎。这些都是太生气了，所以才说的话。陈雪哑着嗓子点头，是我太生气了，老公，你知道我一向任性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却笑了。我和周望见过的，在他刚回国工作的时候，听说陈雪结了婚，他死活缠着陈雪要见我一面。陈雪很不情愿，她没什么好见的，失业很多年，一直待在家里，比不上你的优秀。周望立马说，那他肯定有别的可取之处，比如说人长得帅，身材保持得好，反正肯定有一点让你神魂颠倒，不然怎么能让你心甘情愿嫁给他？陈雪嗤之以鼻，哪有什么可取之处，不过是年轻眼瞎。你要见，那我喊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。那天齐成好心借了我一套西装，又喷了香水，帮我打理了发型。他说我的样子很帅，去了肯定能镇住场面。没想到刚到餐厅就被陈雪给嫌弃了。你都油腻成这样了，还打理发型？看看你那张肥的能滴油的脸，配这样的发型也不嫌恶心。我很尴尬，坐立不安。周望也捏着鼻子开口，孙哥，你今天喷的什么呀？呛死了！你该不会是坐在香水桶里把自己泡了一遍吧？我都快呼吸不过来了。周望装出一副呼吸困难的样子。陈雪拿自己的杯子给他喂水顺气，两人亲密无比。扭过头来，陈雪呵斥我，吃个饭也整这么多幺蛾子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狼狈逃离，还没出餐厅，就听到周望在后面蛐蛐我，小雪，其实你老公长得还真挺帅的。我往旁边一坐，都自卑了，瞎说，明明你更帅一点。每次和你单独相处，我都脸红心跳，是吗？哈哈，那我要和小雪你多单独相处相处，说不定你就爱上我了呢。听着这些话，我心头一滞，愤怒质问陈雪是不是移情别恋了。她的态度很无所谓，移情别恋又怎么了？难不成你想和我离婚？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年轻漂亮又有能力，离婚追我的男人一把，你就惨了。一把年纪肥成这样，还是个五感全失的残废，离开我养活自己都困难吧？我气得身体发抖。陈雪，别忘了，我是因为谁才五感全失的？你这么说话真的很伤人。他却回了我一个白眼，我又没求着你帮我喝那杯酒，你自找的。
我又不是第一天说话这个样子。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我任性，不行你就离婚。是啊，和陈雪刚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任性，但那会我太年轻，总觉得爱一个人就是包容他的一切，直到我自己伤痕累累，我才不得不承认，爱没用，多爱都没用，只有相爱才有用。我甩开了陈雪的手，上了我爸的迈巴赫。我家里本来就不缺钱，是我执意要和陈雪在一起，我爸气不过才让我别回去。现在想想，何必呢？没苦硬吃。迈巴赫启动，陈雪哭得更厉害了，在车窗外求我别走，但留给她的只是我的背影。陈雪说她有事得出差1周，问我能不能回来再离婚。我答应了，反正都拖了这么久了，能离就好。我搬回了我爸妈家，虽然当时为了和陈雪离婚和他们闹得很不愉快，可看到我现在狼狈的样子，我爸还是红了眼。他找了最专业的医疗团队为我联合整治，短短1周的时间，我的嗓子就已经有了恢复的迹象，就连失去的五感也在调理下慢慢恢复。我爸还说他不阻挠我当厨子了，只要我喜欢，以后他可以专门为我开一家中餐厅。我笑着拒绝了，我还是继承家里的家业吧，当厨子容易吃胖，油烟也容易让人老。瞎说，你哪胖哪里老，不要因为一次失败的婚姻就丧失了生活的活力，你的一辈子还长着呢。是啊，从前围着陈雪转的时候，她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舒心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天塌了，成天思考自己是不是这做的不满意，那做的不好，让她不开心了。分开之后，我忽然发现做自己挺好的，至少没人在我付出所有后还对我百般挑剔。1周后，陈雪如约而至。孙晨，你和我见一面，我们当面谈谈。要是谈过之后你还执意离婚，我不挽留你。我答应了，地点定在了我家楼下的中餐厅里。刚一进餐厅，我就被周旺堵住了，他的眼红得厉害，大声质问我，是不是你把陈雪给藏起来了？他现在不接我电话，也不肯见我，他已经失踪整整1周了。孙晨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我很意外，之前周旺和陈雪腻得那么紧，我还以为他们俩肯定迫不及待在一起了。但对周旺的问题，我没兴趣回答。他一个大活人，我哪能藏得住？更何况我已经准备和他离婚了，那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怎么知道？目光落在周旺的身上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，并不是很高级的味道，反而很烂大街，很刺鼻。也不知道陈雪的鼻子是有多坚挺，才能天天和这种工业香精泡在一起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看着周旺，我把之前他发短信挑衅我的那些话全都一字不落还给了他。可能是他腻了厌了，你知道的，他不喜欢油腻的男人。不可能。周旺立马矢口否认，他不喜欢的人是你，他说了要和你离婚的，一定是你使了什么手段才让他联系不到我。傻逼，懒得和他多说。我点点头认同他的话，对对对，他那么想为了你离婚，麻烦一会他人到的时候，你多劝劝他，赶紧和我离了婚，和你在一起，也好过天天做小三。周旺一下就怒了，拿起桌子上的芥末威胁我，你说谁小三呢？看到那管绿色的芥末，之前不好的回忆全都被勾了起来。我想都没想，夺过他手里的芥末，全都挤进来他的嘴里。周旺被呛得直流眼泪。陈雪也在这个时候到了，看见他，周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告状。小雪，你可算来了。孙晨把你藏起来，不让我见你，我不过是担心你的安全，问了几句，他就拿芥末给我吃。他这个人简直丧心病狂。陈雪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光明正大撒谎，不是我，
你知道的，我接触不了这么刺激的东西，是他自己用苦肉计冤枉我。我其实没抱希望陈雪会相信我，毕竟之前的7年，他误会了我一次又一次。有时候真相昭然若揭，他也能睁着眼睛替周旺说下话。可这次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呵斥了周旺：“你够了！为了破坏我和我老公的婚姻，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”孙晨的嗓子伤成那样，他会主动点芥末吗？收起你的那些把戏，真让我感到厌烦。周旺惊得连嘴巴都合不拢，毕竟之前这些话都是陈雪说给我听的。陈雪也顾不上安抚他的情绪，扭头拿着一盒疫苗在我面前打开。孙晨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款能让人嗓子恢复的疫苗。我已经把工作辞了，以后我会一心一意照顾你，直到你完全恢复。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看着眼前的疫苗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种疫苗刚出的时候，我略有耳闻，但当时我和家里人为陈雪的事情闹得太僵，不好意思托他们帮我问，只能求助陈雪。陈雪却一点都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还说什么这种疫苗就是骗人的，我废了就是废了，别一天当晚想着花那些冤枉钱。转头他陪着周旺抽盲盒，花了大几万，现在他风尘仆仆漂洋过海替我求来了药，我却觉得没什么必要了，没有去接他手中的疫苗。我问陈雪，过了保质期的蛋糕还能吃吗？陈雪愣了愣，下意识地摇摇头。我也笑了，指指自己的嗓子，告诉陈雪，我的嗓子已经错过了最佳恢复期，这药我用不了。陈雪，我们离婚，要是你不愿意，我可以走起诉程序。为什么？陈雪崩溃了，大声质问我。孙晨，我们明明那么相爱，有过那么多美好的点滴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不相信你不爱我了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看着歇斯底里的陈雪，我忽然开口，你卡粉了。然后在陈雪惊诧的眼神下继续说，我不喜欢老的、皮肤松弛、身材走样的女人。这个理由够吗？我和陈雪最终还是走上了诉讼离婚这条路，等待开庭的时间挺长，要1个月。这1个月，陈雪罕见的没来骚扰我，我以为她想通了。但开庭那天，看着她挽着周旺的手，手上还戴着一枚硕大的钻戒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她不是想通了，是焕发第二春了。但我无所谓。庭审结束后，我拿着审判结果准备走，周旺拦下了我，得意开口，孙晨，我和陈雪准备结婚了，就在下周。恭喜！我是认真的，我没那么多见不得前任好的阴暗小心思，只要能和陈雪离婚，随便他和周旺南旺结婚都可以，只要别来骚扰我。周旺却对我的反应很不满，握紧了陈雪的手，继续炫耀，别以为你家有钱就了不起，我家也不差，我打算和陈雪辞职了，去隔壁市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西餐厅。孙晨，听说你无感皆失，这一辈子都从事不了餐饮行业，可真惨啊。陈雪和说过，你上大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世界名厨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愿望以后得由我和陈雪来替你实现了。那我谢谢你。我对周旺的挑衅无动于衷。周旺气急败坏地离开了。其实在他走之前，我想提醒一句，别去隔壁市，毕竟我当年为陈雪挡酒伤了嗓子，就是在隔壁市发生的事情。但转念一想，我的话周旺未必会听，还是放下了这个念头。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没多久就可以去我爸公司上班了。只是有次下班，在地下停车场准备回家，我被一个奇怪的男人给拦下了。他很瘦，两腮深深凹陷下去，像极了瘾君子。
我本能的想要关上车门离开，他却猛地抓住了我的车窗，双手死死扒在上面。你和陈雪离婚了？他问。我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保持警惕，手悄悄地往手机的方向摸去。男人脸上的表情却忽然变得狰狞。我哥都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他居然还过得好好的，这不公平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，一定！男人疯疯癫癫地离开了。我立马锁好车门报了警，警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只说可能是附近哪个精神失常的人家属没看好，偷偷跑了出来。直到1周后，我妈整理我的东西，无意翻到当年厨神大赛的照片，看着角落里有着同款阴质表情的男人，我才猛然想起来，是他。当年我和陈雪参加厨神大赛，双双夺冠。记者采访陈雪的时候，亚军上来给他敬酒，陈雪身体不舒服，我替她喝了那杯酒，当场吐血，不止被送进了 ICU。事后警察调查说，此人和陈雪有旧怨，可能是蓄意报复。我也问过陈雪，可她咬死说自己不认识对方。当年我们感情正浓，再加上这个人一直都抓不到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现在又忽然出现，我动用了家里的关系去查对方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陈雪居然这么不堪。在和我在一起之前，陈雪和自己的导师关系亲密，两人经常一起研究菜品到半夜。厨神大赛1个月前，陈雪举报对方猥亵自己，男导师拼命辩解，却依旧被舆论千夫所指。最后承受不住压力，选择了自杀。而陈雪带着他和导师一起开发的新菜品参加厨神大赛，顺利拿下冠军。那个意图毒死他的男人是导师的亲弟弟，一切豁然开朗。我立马打电话给陈雪，想提醒他注意。电视里的新闻却先我一步。据报道，临市一家新开业的西餐厅疑遭人报复，开业典礼上发生混乱，现已造成1死1伤的局面。我向新闻的方向看去，镜头里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手持硫酸，冲陈雪的方向泼去，正是那天在地下停车场堵住我的男人。而陈雪受到惊吓，下意识地将周旺推到了自己身前，满满一杯硫酸全都泼到了周旺的脸上，他痛得大叫，伸手去摸自己的脸，很快手上的皮肤也被灼伤，不成样子。陈雪仓皇逃跑，却被男人追上，摁在地上，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连捅数十刀，血像是喷泉一样喷了出来。男人咬牙切齿，还嫌不够，继续发泄，让你害死我哥，逼得他跳楼，你也去死吧！等到警察赶到，陈雪已经倒在血泊里，失去了心跳呼吸。而周旺虽然及时送医，却永久性的毁容，整个人的脸如同月球表面。他们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应。我关掉电视机，下楼倒了一杯咖啡。窗外春和景明。今天下午我还有一个大单要谈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